Hello， 大家好，小的来了。早期用电不便，电灯照明呢尚未普及，当时呢就有一种很特别的灯具被广泛使用，亮度比煤油灯好，较不易被吹灭，经常运用在夜间的户外活动场合或夜间巡逻、坑道照明等等，可以挂在头顶的帽子上，挂在墙壁的支架上，就是这盏老电石灯。它的发光呢，不是靠烧煤油，也不是靠烧瓦斯煤气，更不是用爱发光，而是用放上几颗石头，加上一些水粉，点火生成光源。是所有石头都可以拿来作用吗？当然不是，里面只有一颗是这种电石，略带有一些酸臭味。自制的石头灯里，其他石头是用来说明和装饰。电石灯也有人说是电土灯，使用的原理是利用电石与水混合产生的乙炔气体燃烧作为光源。电石主要成分就是碳化钙，去少量加点水看看。哇！哇！就这样一颗，加一点点水，就立马产生了泡泡和气体，超容易点燃。老电石灯的款式呢有很多，但结构上呢是大同小异的。少量电石放在下层，上层是储水区，也是重要的泄压装置，能排出多余的燃气，防止超压气爆。透过上方旋钮阀门调整滴下的水滴，决定产生乙炔气多寡。同时控制喷嘴释放气体的量，决定火焰大小、灯的亮度强弱。反应过程产生燃气，也同时产生白色粉末。为了防止粉末造成火口喷嘴堵塞，中间夹层有过滤棉。年份久远，过滤棉早就老化成灰了，我们自行卷入耐受高温的碳纤维棉代替。或者电石可以放在棉布袋里，再放进下层舱内。正前方火焰喷嘴处有一个反光盘，帮助聚光提高亮度。上面有一根挂钩，可以360度旋转。很多人好奇这个圈圈是干嘛用的？是携带行进间弹力避震用的。上舱方后的塞口就是填装水及泄压排气的地方。过去电石灯常常运用在矿坑作业，是矿工进坑的标准照明配备。由于它的点燃是需要氧气助燃的，所以当坑道内的氧气不足时，火焰呢就会出现含碳的黑烟，甚至熄灭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尽快离开坑道，所以又被称作为矿工的救命灯。还有过去高山原住民夜间狩猎的时候呢，也会使用到电石灯来照明，让有夜视能力的动物眼睛造成反光点，就能精准发现目标。同时也因为强光照射导致短暂的视觉模糊，所以一照它就停止不动了。甚至原住民还会运用电石做电土炮，产生巨大声响，惊吓猎物。是一盏很有趣的历史老灯。早期呢适合在户外活动或者是户外狩猎，那适不适合现代露营使用呢？我们一起去点燃看一下吧。先来试试自制的手作电石灯。手作灯时有气爆的风险，请勿模仿。在空旷有防护的地方，用少量的电石滴几滴水，滴在上层普通的软石上，用间接水器接触电石，已经在冒泡了。哇！
哇，你看慢镜头的罐子，我的天哪！不是里面才1颗电池吗？自缺气爆太强了，说好的手座灯呢，都爆了呀！盖子也找不到了，怎么变成电土炮？这是一个危险的实验，小伙伴们请勿模仿学习。没有泄压装置、滴水控制、坚固容器是无法安全使用的。还在作用中的电池倒在开放的金属盆，继续实验燃烧。可以看到，越是加入水，火焰越大。所以说，不是所有的火都可以用水来扑灭的。碳化钙就是一个例子。耳朵持续耳鸣，还是老老实实的使用老电石灯吧。结论是，风格露营制造气氛，也非常适合桌面的布置。电石分解可以使用很久时间，复古怀旧，有型有味道，是真的有味道。由于电石中呢，多少都会含有一些杂质，在燃烧中呢，就会产生一些些微的臭瓦斯味，所以也有人早期叫它臭灯。我个人是闻不太到，也有可能是我刚好手里拿到的电石比较纯吧。聪明的小伙伴一定在想，这么怀旧有味道的老灯，是不是有现代技术的复刻呢？如果有缘，老灯的故事还会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